大家好，本期白银说税将从隧道工程与岩石力学视角解析伊朗地下核设施对粘地弹的抗打击机制。地下防护工程与粘地弹实为矛与盾的博弈，其对抗效能取决于地质条件及武器亲测能力的综合作用。最近几天，美伊对伊朗的地下工程开展了一系列打击，其效果还有待于验证。但是从地下工程防护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探讨几个关键的设计问题。首先，谈通道与出入口的工程问题。任何大型的地下军事设施都需要满足车辆、人员通行和快速布置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出入口必须具备足够的宽度和转弯半径，便于发射车和运输车进出。正因为如此，出入口往往无法做到像核心舱室那样完全屏蔽。卫星侦察、光电探测和红外热成像对地面活动非常敏感。大量的气渣堆、临时摊铺的重载道路轨迹、大型的通风井或排风设备都会成为识别掩体位置的线索。一旦位置被确定，攻击方就可以选择封堵 F1 破穿，用常规炸弹或小口径精确弹破坏出入口的道路、滑轨或防爆门，使地下战力被迫滞留或者活埋。因此，出入口必须设计成多重冗余、可替换与易于远程修复的结构，同时应尽可能把关键机动路径隐蔽化，采用伪装、分散进出通道与快速切换通道的能力。二、从中继波与连环毁伤的角度来看，隧道中的爆炸行为不同于开阔地，狭窄的通道会引导冲击波并造成反受耦合，使某些位置出现远高于表面环境的局部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隧道效应与马赫反射。当隧道内存在大量弹药、燃料或推进剂时，首发爆炸不仅会产生冲击波，还可能诱发临近动势的燃烧或殉爆，形成连环效应，使得原本分散的风险瞬间转为系统性灾难。因此，工程设计必须把隔断、灭火、泄压作为第一要务，采用锰弹弹药库、章节化的重型隔离门、自动闭合的防火阀门以及独立的气流与排烟路径，可以在首发爆炸后把事故限定在最小单元，避免高压锅时的整体失效。三、在实际施工与运维层面，隐蔽施工期留下的工程痕迹是最大的战略风险之一。几十年建设的隧道网，尤其是用于导弹的鱼骨状或蜂窝状结构，必然产生大量气渣、临时道路与通风设施。这些构造在现代多光谱卫星与合成孔径雷达面前并不神秘，因此工程应把施工期的隐蔽纳入长期作战准备中。例如，分期分散运输气渣，采用海底或离岸气土，在地表布置虚假热源与光学干扰，以延长掩体被发现的时间窗。同时，运维时要控制夜间热信号和电磁排放，减少被长期监视系统捕捉的概率。很多导弹系统本来设计成机动发射，机动性被显著削弱。工程上的应对包括在网络内部设计成多条弹道出入口、可远程起发式导弹布置以及移动式发射台的隐蔽停放区。同时，应把发射前的准备时间、撤出路径与应急修复模块化，降低单点失败导致整体失效的概率。综上所述，地下并非万无一失的堡垒，它的优势在于天然屏蔽、波衰减与结构分层，它的脆弱则往往体现在机动通道、施工暴露与连锁燃烧上。未来地下军事工程的可持续性将取决于工程师能否把传统的厚度防护与现代的隐蔽施工、通道韧性与系统容易相结合，从而在情报持续高压与精准打击频发的环境中保住关键能力。伊朗高原以多褶皱造山带为特征，地质构造活跃，隧道施工常面临以下挑战：一、掩体结构复杂性，高频断层，褶皱带导致掩体完整性差，接理力学发育，显著降低围岩支撑能力。二、岩石力学特性，主要的岩类包括凝灰角裂岩、花岗岩、玄武岩、页岩。岩体质量指标普遍低于 70%， 需要针对性的支护设计。一、历史经验传承，卡纳塔地下水系统证明其传统地下工程智慧，现代技术应用。德黑兰、托西德隧道等工程采用新奥法，表明具备应对高地应力的技术储备。下面我们以美国 GBU-5期战地弹对伊朗富尔多地下设施的打击为例，展开专业分析。地下设施埋深80米左右，覆盖层的结构是20米 C50 钢筋混凝土
30米花岗岩、30米含硼重混凝土。他们采取了分层耗能的设计原则，也就是表面混凝土破碎吸能，中部岩体应力波衰减，最后是含硼层中子辐射屏蔽。围岩的条件是块状花岗岩中等完整岩体，基理间距 0.5 到1米，离心机布设深度位于地下40到80米，利用了上浮岩体的抗爆层效应。充气空气波毫秒级脉冲荷载，结构相应以局部充气破坏为主。岩体应力波爆炸能经岩体传播时遵循应力衰减公式，结出爆炸效应。触地核爆引发岩体减轻破坏。动能检测理论马赫 3.5， 但受到弹头腾化效应的限制，实施马赫是 1.3， 动能大于 1.3 乘10个9次方焦耳。穿透能力，弹体结构镍钴钢合金弹头，长径比 7.8， 它能够达到优化开坑、深清澈2阶段的效能。根据花岗岩清澈深度公式的计算结果，单弹对花岗岩最大理论清澈深度大概是48米。占地带装药是聚合物疏腐炸药。PBX 的优点是：一、具有高能量密度，这意味着可提升清澈后对隧道内部的毁伤效果；二、低机械感度，可以确保弹体穿透地层后起爆；三、环境稳定性，具有20年以上的储存寿命；四、可控爆轰波形，实现微秒级岩石起爆；五、力学适应性，能抵御低层冲击变形。战地弹采用 GPS 加惯性导航指导，着地后以45度的倾角轻车入地。一、弹着点精度 CEP 0.9 米虽高，但岩体非均质性导致2次倾侧轨迹偏移。二、结构层干扰，首弹在混凝土花岗岩界面引发层件剥离，次弹在破碎岩体中清澈阻力下降 40%， 但难以精准进入首弹孔道。三、毁伤概率模型，基于蒙特卡洛模拟，双弹摧毁核心区概率小于 35%。伊朗案例证明，深埋大于60米加硬岩 GSI 大于60，加上分层复合衬漆是抗战地弹的有效技术路线。大家如果对地下隧道防爆和防孔设计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购买到由南京理工大学王明阳教授等人主编的《地下空间防爆与防孔》一书，该书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请大家下周末继续关注白银说税系列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